大家好，我是阿贝。不知你有没有见过这种视频啊？在飞机上扔手雷，把人全部淘汰了。诚然，这种拉手雷炸人的视频呢，必然是 P 出来的。可我阿贝却偏偏要把这个不可能的操作还原出来，就为了让大家过个眼瘾。虽然我们在飞机上是没办法用手雷的，我们不妨换个思路嘛。以前我们不是做过那种叠空投塔，站在上面炸迎面而来的飞机吗？当时是炸空投飞机，里面没人的。要是换成战争模式，战争模式敌人死后会重新乘坐飞机复活吗？炸那种载人飞机，不就搞定了？那让我们把空投塔叠起来吧。2,000 years later。叠完空投塔，我才发现出大问题。空投塔的极限高度是空投飞机的高度，没办法叠得更高了。可载人飞机比空投飞机要高出一大截啊，目测高400米以上，所以这个方案根本就不行，难搞了。那我要怎么炸到如此高的载人飞机呢？于是我有了个新方案，而这个方案足足折磨了我2天，反复尝试，反复失败。方案听起来很简单，我先用沙盒功能飞到天上，等飞机靠近呢，我再取消飞天功能，然后手雷拉环炸飞机，不就搞定了？听起来呢，就跟那种把大象关进冰箱一样简单。打开冰箱，把大象塞进去，关闭冰箱门，才3步，好简单哦！真的有这么简单吗？可不断的实践加自闭后，我傻眼了。炸弹的落点和飞机相隔甚远。于是我发挥了理科生的精神，问老师：不行，我得靠我自己。为什么我说这个操作很复杂呢？接下来是分析，如果觉得绕的呢，可以跳到这个时间看结论。不过我更希望呢，通过这期视频，不只是让大家看到爽，更多是给大家带来一种思路上的启发。难点呢是这样的：第一，飞机在高速水平飞行；第二，我在高速垂直下降，这意味着我们只有一瞬间是相遇的。更恐怖的是，手雷拉环后要等几秒才爆炸。我真正要做的事情是要让爆炸的手雷刚好对准飞机，时间误差控制的在正负0.5秒内。到这一步，可能你依然觉得很简单，那就控制误差好了嘛，就像把大象塞进冰箱一样，赶紧塞。实操起来又折磨了我1天，还是失败了。我们把问题拆分为水平方向相遇、垂直方向相遇。水平方向的问题呢，我能解决。真正难的问题是怎么做到垂直方向上刚好炸到飞机啊？这取决于3个因素：第一，我的高度；第二，我取消飞天功能的时机；第三，我什么时候手雷拉环。是不是很复杂？我也这么觉得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让它给简化，不要让那么多因素去干扰我们的结果。于是我让手雷拉环的时间跟取消飞行的时间绑定在一起，取消飞天后就立马手雷拉环，不要等了。接着我们再让它简单一点，取消飞天的时间统一控制在敌人复活后飞机刚出发3秒钟，把问题一个又一个的解决简化后，整个实验能否成功只取决于一个要素：我飞天的高度。坦白讲，这又把我难住了。我尝试了个把小时，感觉还是全凭运气和感觉去炸呀。每次感觉炸到了，回放系统一看，差得老远了。我缺少一个反馈机制啊，我都不知道我高度选的对不对。更恐怖的是，有时候我感觉刚才炸的好像差不多，再高一丢丢就好了，但是我怎么知道我刚刚飞得有多高啊？只能重新再凭感觉，我人彻底傻了。如果一味的凭运气蛮力去做事，不符合我的风格，这也不是我一贯以来想传导给大家的观念。于是我再次打算智取。我们在天上飞的时候，把汽油桶扔出去呢，汽油桶会浮空，用它来做标记不就好了吗？首先我们在飞机的高度放置一个汽油桶，名为目标油桶。然后再往上飞，飞到我们想要的高度，再放一个汽油桶做标记，名为高度油桶。模拟操作一遍，如果我们从高度油桶的位置取消飞行，往下降落的时候，手雷刚好把目标油桶炸爆了，代表我们的高度很合适，100%能炸到飞机。如果高了和矮了没关系，调整高度油桶位置即可。按照我们之前推论得知呢，把高度问题解决了，实验的成功率就是100%了。可实际上成功率顶多在2%，因为人的反应是有误差的，总会快或慢那么一些些。不过没关系，尝试了个把小时呢，最终还是成功了。让我们看看结果吧。手雷炸到了载人的飞机，从敌人的视角来看，他并没有扣减血量，为什么呢？他为什么不扣血啊？我试图找到问题的原因，我突然发现，在我的本地文件里面，飞机是没有人的，而他的本地文件里面，飞机上却有他自己。
换句话来说，我的设备一直认为我在炸一个空的飞机，而吃鸡它又是本地运算的游戏嘛，我的设备一直都在告诉服务器，我什么都没炸到，我什么都没炸到，我什么都没炸到。在他的设备里面呢，他看到了自己被炸，但他的设备并没有给出我被炸到的指令给服务器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可能是只能由负责攻击的人发消息给服务器做判定，而不能是被打的人，又或者飞机里面的人100%就是无敌的。说到这，我想起了在吃鸡的远古版本啊，飞机里面是同时存在100名玩家的，而如今的版本呢，飞机里面只有自己。或许目的有2个：第一，防外挂。真要有人能够在匹配中做出手雷炸飞机的操作的话，旧版本可能要全军覆没，而新版本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第二，优化，让设备不要那么卡顿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总归是还原了让手雷炸飞机的操作了。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，那我帮忙点个赞，添加关注支持下辈。感谢您观看，我们评论区见。